认输？灵狐命也，竟然认输？为什么啊？若是认输，不就是等于放弃利奥得到钥匙的机会吗？灵狐命也此话一出，许多人都感到不解，甚至与灵狐命也有交情的人还开始暗中传音询问灵狐命也，问他为何要认输。可此时唯有灵狐命也自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楚风的对手，与其自取其辱的登上台后再被楚风击败，还不如一开始就认输算了。灵狐命也竟然认输，拱兄，此事你怎么看？拱氏天族族长周围的大人物们纷纷问道。老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想必也是有所隐情的。拱氏天族族长说道。此时不仅拱氏天族想不通，拱明月以及拱晴也都想不通，不过拱晴却也没有多想，他可不管灵狐命也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总之灵狐命也认输对楚风来说是好事，所以他便替楚风感到高兴。而眼下感到高兴的可不止拱晴，那些站在巅峰柱上挑战楚风的人中也有不少高兴的，这些人都是有着一些实力的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有机会脱颖而出的。灵狐命也是他们的挡路石，没了这块挡路石，他们的机会又来了。前辈，可以开始了吗？忽然一道声音响起，这道声音响起的很突然，让那些还在思考为何灵狐命也认输的人们有些措手不及，包括新域主界的那位吴明肯，一时之间也没有反应过来。前辈，可以开始了吗？楚风再度补充道。可以，现在便可以开始。终于吴明肯反应过来，而此时所有人也都反应过来，楚风所闻的开始自然便是这场对决。就在这时，一声巨响猛然传来，刹那间阵阵惨叫也是随之响起。顺声观望，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有些小辈比如拱晴这种，此时此刻更是惊讶地睁大了嘴巴。楚风所在的巅峰柱此时此刻就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楚风。至于其他人，此刻正张着嘴巴，满面扭曲，张牙舞爪，手舞足蹈，以及散发着惨叫声向远处飞去。至于那些没有发出惨叫的，则是更惨，不仅浑身是血，更是口吐鲜血，七孔流血。原来他们不是不叫，而是他们此时已经昏死了过去。楚风只是一击便将那巅峰柱上的近万人全部击败，好强，这楚风好强大。谁说他只是一品真仙？谁说他只是一品真仙？这气息明明是一品武仙，这楚风乃是一品武仙。当楚风出手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楚风的实力。一品武仙，他竟是一品武仙，他既然有着如此实力，那么当日的他为何要被徐氏天族的那些族人欺凌？此时就连龚明月也是不淡定了，他此时几乎确定楚风是故意隐藏的修为，只是他却不理解楚风为何要故意隐藏修为。想不到楚风竟然如此厉害，难怪灵狐命也会认输，他一定是知道楚风的实力。龚晴高兴的手舞足蹈，可是我听闻灵狐命也可不只是一品武仙，而是在一品武仙之上，就算楚风是一品武仙，但也不该是灵狐命也的对手才是。除非龚氏天族族长说道。除非什么？此时周围之人皆是问道。除非这一品武仙也并非楚风真正的实力，他依旧隐藏着修为。龚氏天族族长说道。哇，依旧隐藏修为，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啊，否则梁秋大师等人怎么可能出重金支持他呢？周围的人也皆是赞同龚氏天族族长的想法。龚兄，你真是误导了我们，若不是你说这楚风只是一品真仙，我们也投注于他了。就是，然而惊叹过后，周围的一些大人物们却忍不住对龚氏天族族长发出了埋怨。此子隐藏得很深，我之前的确是被他骗了，不过这也不能怪我，哪怕是现在，你们能看得出他真正的实力吗？龚氏天族族长问道。这些大人物也是回答不出，因为他们的确也看不穿楚风真正的修为，这也不怪他们。楚风毕竟是圣袍界灵师，哪怕只是重文，但他有意隐藏修为，这些人是看不穿的。那一品武仙的修为是楚风自己真正的修为，虽然他的修为因为反噬被封印，但如今也正在解封，直至此刻已经恢复到了一品武仙。虽然自身修为根本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可楚风却一点也不慌。虽然修为恢复得慢，可是楚风的结界之术却已经彻底恢复。现在的楚风能够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结界之力有多么强横，那是在武仙之上的力量。如今灵狐鸿飞不在，纵观参赛的人选，楚风凭借自己这圣级结界之力，还真就是没有对手。当然，如此强大的力量，楚风自然不会轻易展露。毕竟楚风觉得对付那些挑战他们的小辈，自己这一品武仙的修为已是足够，管他呢。祖武10星评选已是开始，所有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这楚风不管是否真的隐藏了实力，可他想要夺得好的名次，也必须全力以赴。毕竟他的对手之中，可还有灵狐月月、灵狐铁面这种妖孽级的天才。龚氏天族族长身旁有老者说道。对，说的在理，这楚风到底有几斤几两，咱们今日都能见分晓。对于此话，众人也是非常认可。毕竟直至此时，这场祖武10星的评选已是彻底拉开了序幕，好戏已经开始。被楚风击败的人皆是被淘汰，而楚风也是如愿得到了一把钥匙。在此之后，其他参赛者则是进入了那座结界门。大概2个时辰之后，开始有人自那结界门内走出。自从第一个人走出后，第二个、第三个也是很快走出。没过多久，便有足足100个人从那结界门内走出。当第100个人从那结界门内走出后，吴明肯手捏法诀，轻喝一声开，刹那间，那结界门内如潮涌一般的气息从中喷涌而出，而在那气息之中皆是人影。不过顷刻间的功夫，所有入门者都随着那股气流走了出来，只不过这些人也都是被淘汰之人。吴明肯将那巨门收回囊中，而后面的好戏也是正式开始。从那门内走出的100人，加上站在巅峰柱上的10人，总共110人，这便是有资格进入九龙异象港的人。对于九龙异象港，
相信很多人都听闻过，这是一处传说之地。传说这里可以直达九龙上界地底深处。对于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并不知晓，只知至今为止，进入过这九龙异象港的人不计其数，但并没有人真的进入过那九龙上界的深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九龙异象港内有着30条暗道，据说有10条暗道是生之暗道，剩下的20条则是死之暗道。进入九龙上界深处的方法，便在生之暗道之中。就算找不到进入九龙上界深处的方法，但在生之暗道中也可安然的出来。可若是不幸进入死之暗道，那便是九死一生，并且20条死之暗道也是各不相同。若是其中19条乃是九死一生的话，那么还有1条死之暗道就是必死无疑。最令人不安的是，这生之暗道与死之暗道是不固定的，哪怕今日从这个入口进去是生之暗道，那么明日从相同的入口进去可能就是死之暗道。这也是这九龙异象港的神奇之处。我们也正是看中这九龙异象港的神奇，所以特意将此次的祖武十星评选放在了此处。大家看那里，话到此处，吴明肯向九龙异象港深处一指，忽然间大地开始摇晃，而在吴明肯所指之处，原本平坦的大地竟然有10处凸起开来，10个位置，每个可容纳1个人。最先站在那里的人便是新的祖武十星。在评选出新的祖武十星之后，会进行一场比试，根据比试的结果来排新祖武十星的名次。吴明肯说道：“当然，大家可以选择从暗道中走，也可以选择直接从上面走，2条路，大家自己选择。”吴明肯补充道：“暗道危险重重，若是不幸进入死之暗道，那可是九死一生。谁会选择暗道？当然是选择从上面走了。对啊，傻子都会选择上面，谁会平白无故选择暗道？”听得吴明肯此话，人们觉得这是多此一举，毕竟暗道危险重重。可是九龙异象港的表面却是没有任何异常，乃是寻常之地。可实际上，就算大家都选择在九龙异象港之上行走，那拼的也是绝对的实力，只有实力强横者才能率先登上九龙异象港尽头的位置。说起来，实力弱者仍是没有机会。这样看的话，今年的这次评选也未免太简单了一点，太无趣了一些。此时，许多人都感觉非常的失望，因为无论怎么看，这次祖武十星评选的新规则都显得太过简单了一些。虽然众人不敢真的说什么，可是吴明肯却看得出众人心中所想，但他没有丝毫不爽，反而是故弄玄虚的笑了笑，随后忽然拍了拍手，这才说道：“开始吧。”当他开口之后，星域主界之中立刻出现多名尊者境的高手，他们飞掠而起，很快便来到了九龙异象港的顶端。他们的整齐而立，站位4式很有规则，就像布阵一般。紧接着，他们的手中皆是出现了一个坛子，他们撕开封口，随后将那坛口对准下方的九龙异象港。刹那间，一道道光芒开始自那些坛中笔直的飞落而下。当那光芒落地之后，大地不仅颤动，阵阵咆哮也是随之而来。此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目光一动，原来自那坛子中飞落而出的乃是一只只庞然大物，一个个不仅身躯巨大，更是凶神恶煞，是远古凶兽。好强的远古凶兽，最强的10只竟然是尊者境。很快，人们便认出了这些庞然大物，他们乃是来自远古时期的凶兽。他们比寻常的凶兽更为强大，但同样没有智慧，有的唯有杀戮之心。除了同类，他们会对出现在攻击范围内的所有生物发动攻势。阵阵充满敌意的怒吼不断响起。那些落在九龙异象港之上的远古凶兽已经发现了天地间的人们，一时之间，他们有的狂奔而起，有的更是直接御空而行，张着血盆大口向在场之人攻击而来，甚至有的更是口吐锋刃，亦或雷霆火焰，杀气冲天，直接发动了远程攻势。就在此时，吴明肯手中丢出一物，那是一个小铃铛。可是这铃铛脱手之后，不仅急速扩大，更是立刻发出刺耳的轰鸣，那是钟声。那钟声响起之后，那些远古凶兽就好像受到了控制，竟然纷纷面露痛苦之色，不仅停止了攻势，更是纷纷落到了地上。而几乎与此同时，那本指甲盖大小的铃铛，此刻竟已扩大到遮天蔽日。那铃铛落下，不仅将所有远古凶兽给封了起来，大片的九龙异象港也是被它给罩住。这哪里还是一个铃铛，这已是一座巨大到令人心生震撼的大钟。这不是星域主界的至宝乾坤大钟吗？这钟非同小可，乃是远古时期的至宝。据说除非是巅峰尊者，否则若是被这钟罩住，那可就别想逃出来。我听闻这大钟不仅封锁极强，其中还可布置阵法，那可不是结界阵法，而是由武力而形成的阵法。看到这乾坤大钟，人们议论纷纷，因为这的确是一件在整个祖武星域都非常有名气的至宝。民间还有传闻，大概万年之前，星域主界有一小辈在祖武星域遨游，偶然间遇到两族交战，那小辈开口劝阻，奈何没有人听，而他的修为又实在有限，根本无法阻止两族交战。恰巧那小辈身上带着这乾坤大钟，而他就是凭借着乾坤大钟，将那两族交战的战场直接封锁了起来，并且运用乾坤大钟内的阵法，将两族分隔开来，避免了伤亡。并且还有传闻，万年之前的那位小辈名为无名江南，如今已是成为至尊境的高手，位列星域主界6大至尊。虽然如今的无名江南贵为祖武星域的至尊境强者，但当年身为小辈之时，也是实力有限。可他只凭借乾坤大钟就能阻挡两族交战，由此可断，乾坤大钟的威力非常强大。不对，这号称密不透风的乾坤大钟怎么有门？站在那大钟正反面的人可以清晰的看到，原来在那大钟的正反面分别有着一道门，那门不大，只有10米高3米宽。可是这门很蹊跷，因为一座门对着的乃是楚风等小辈，而另一座门对着的则是那荣获祖武十星称号的10个凸起的小山峰。现在你们还觉得暗道之外的选择容易吗？吴明肯高声问道。
原来是这样啊！此时人们恍然大悟，搞了半天，除了那暗道之外，这乾坤大中才是另外一个选择。乾坤大中之内本就蕴含阵法，想要穿过这中本就极难，更何况如今那乾坤大中内还有那么多凶兽，天仙境和五仙境的凶兽也就算了，竟然还有尊者境的凶兽。尽管只是一品尊者，并且只有10只，但显然那是在场的所有小辈都无法抗衡的。相比于那九龙异象港的暗道，这条明路才是真的难走。明路之意思就是你清楚的路，所以我需要让你们明白，乾坤大中内有阵法，你们若是进去，是可以避免遇到那些远古凶兽的。只不过这需要耗费时间罢了，时间长短与你们的实力与才智有关。当然，若是不幸遇到了你们无法对付的远古凶兽，那便没人能救的了。你们，而九龙异象港的暗路，你们许多人虽然都听闻过，可实际上变化莫测，究竟能发生什么是无法预料的。至于选择走哪一条，你们自己决定。吴明肯说道。其实，当见识了那些凶兽后，人们心中就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要选择暗路，哪怕楚风也决定走暗路。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楚风对九龙上界深处的秘密很好奇。既然这九龙异象港的暗道与九龙上界深处有关，楚风自然想一探究竟。可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忽然在虚空之上涌现，那是什么？此时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哪怕在场如梁秋大师这种级别的高手，此刻眉头也是微微皱起。原本晴朗的虚空忽然乌云密布，顷刻之间乌云覆盖虚空，这方天地已是漆黑一片，比黑夜还要阴暗。就在这时，又是一声巨大响传来，是一道雷声。那雷霆涌现的同时，光芒闪烁，原本黑暗的天地顿时变得明亮起来。那是此时所有人的眼中都是或多或少的涌现出了一抹金色，因为那雷实在太不寻常。寻常之雷不过一闪而逝，可是这雷竟浮现之后不再消逝，就宛如具有生命一般，在天空盘旋蔓延。雷霆面积越来越大，将这方天地照得比之前还要明亮得多。最重要的是，那雷霆竟然开始变化，不再是简单的雷霆，而是渐渐化作了形态。那是雷龙，总共9条巨大的雷龙在那无尽的乌云之中穿梭奔腾，说不清它们究竟有多大，只知道9条雷龙已是覆盖虚空。这等阵势，莫说楚风等小辈看得专注，就连老一辈们也是难以从这场景中抽回目光。这一切实在太震撼了。那雷龙栩栩如生，就宛如是9条生命，且具有真正的毁天灭地的威能，就好像连这天空都快被他们撕裂，就好像这整个修武界都快被他们毁灭。这是何物？莫非是异象？吴明肯举目观望，哪怕是他这种见多识广的人物，此刻也不确定眼前的景象到底是不是异象。之所以不确定，那是因为眼前的景象威势实在太强。大师，此时有不少大人物都是将目光投向了梁秋大师。其实对于虚空之上的惊人一幕，人们心中都已经有了一些答案，但还是希望梁秋大师能够给予他们的心中的猜测一个确定的结果。的确是异象，梁秋大师说道。果然是异象，九雷在天，莫非是有天级血脉的高手在此突破？当确定这是天线异象之后，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就是天级血脉者突破。毕竟众所周知，只有天级血脉者突破才会引来异象。那异象九雷在天，十分壮观，尤其那威势更是可怕。虽与眼前的异象有些出入，但却也是非常接近了。不可能，这绝对不是天级血脉者的突破。然而此话一出，便立即有人开口否决，并且还不是一个人。此处在这浩瀚人海中，传出了许多这种否定的声音。不是吗？有人问道。的确不是，天级者血脉者突破，虽然的确会引来天雷，但那是9色天雷，而眼前那天雷于9天深处而现，位置之高，简直不可触摸。此刻之雷虽然覆盖虚空，威势也是极为可怕，但这雷却并非9色，并且这高度，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可达到。虽然皆是异象，但之论景象之壮观，天级血脉者突破所引来的异象，显然更胜一筹。淡台天族内，一位中年男子踏空而行，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内。对于这位的话，在场之人都深信不疑，毕竟这位可不是寻常的角色。这名男子面容英俊，英武不凡，气质极佳。抛开实力不谈，单从容貌来看，此人也是那种极受喜欢的那种。尤其是他身上的气质，更是非同小可，比之他那英俊的外貌更加引人注目。只不过，别看此人中年外貌，可实际上却是一个活了9000多年的老怪物。此人名为淡台向南，乃是淡台天族的族长，一位至尊境的强者。10大天族之中，灵狐天族、淡台天族、角里天族之中都有至尊境高手坐镇，但淡台天族却是公认的10大天族中第2强的天族。能有如此地位，便是这淡台向南的本事。所以，哪怕在星域主界也有许多大人物在场，这淡台向南却也依旧丝毫不落下风。不管谁在此处，他淡台向南都绝对是1号人物。这便是淡台向南在祖武星域的地位，他乃是站在祖武星域最巅峰的几人之一。淡台族长，这不是天级血脉者引起的异象，你可知是何异象？就在此时，吴明肯开口问道。原本高高在上的他，面对着淡台向南，语气也是客气了不少。回大人，我也不能确定，还需再观察观察。大人，这祖武10星的评选，可否先缓一缓？淡台向南对吴明肯说道。虽然他称吴明肯为大人，但却没有丝毫谦卑之色。他如此称呼吴明肯，只是尊重吴明肯而已，并不是惧怕吴明肯。而吴明肯也很清楚，若是只论实力，他远不如淡台向南，甚至只论身份地位以及影响力，淡台向南也是远远在他之上。毕竟淡台向南可是整个祖武星域少数几个连星域主界都需要尊重的几人之一。星域主界可以不把淡台天族的其他族人放在眼里，但唯独这淡台向南
没有人敢不放在眼里。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但台向南还能尊称于他，已是给足了他面子。吴明肯正是深知此点，所以对于但台向南的提议，他也是笑着点了点头。但台族长所言极是，这意向来得如此突然，怕是定有缘由，在搞清楚之前，还是先缓一缓吧。话罢，吴明肯便立刻宣布祖武实心评选暂停，待搞清楚这意向是为何物，是否有危险之后，再继续祖武实心的评选。究竟是何物？一探究竟，便立刻得知。就在此时，有一位5仙境的强者拔空而起，直奔那天上的雷云奔腾而去。见有人动手，立刻又有数千人拔空而起。这次动身的可不只是5仙境的强者，其中甚至还有几位尊者境的高手，这都是胆大者。他们都想预先搞清楚这异象的来由，所以哪怕明知此举冒险，但他们也要纵身一探。然而，当那些人落入雷霆之后，肉身竟然立刻粉碎，化作气焰蒸发开来，死了，全部都死了。莫说5仙境的高手，就连尊者境的高手，也是在触碰到那雷霆之后立刻死亡，连具全尸都没有留下，甚至在临死之前，连转身逃脱的机会都是没有。可就他们死后，他们的衣衫以及乾坤袋，还有他们之前手中的兵刃，竟然纷纷飘落而下。搞了半天，粉碎的只有那些修武者，但是他们携带之物却是完好无损，而这一切显得跟我给诡异。这是怎么回事？好可怕的异象，这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见到这一幕，人们都是心中一紧，甚至原本站在高空之上的人，都是赶忙落到地下，或者远离那雷云。不妙，这实在是不妙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等可怕的景象？此时，许多人看向那雷云的目光之中，都是涌现出了惊恐与惧怕之色。异象虽惊人，可具有杀伤力的异象却是非常少见，而这种异象出现，往往代表着灾难的降临。毕竟，这可是不祥之兆。而相比于其他人，楚风的心中则是格外的不安。其他人只看到这异象的惊人，只看到触碰到那雷霆之人的死状，但除此之外却没有其他。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楚风站在此处，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双无比巨大的眼眸隐藏在那惊人的异象之中。之所以能够如此真切，那是因为楚风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到那从无比巨大的眼眸之中所迸射而出的目光，此时此刻正落在自己的身上。那双目光在楚风的身上来回移动着，他是在打量着楚风。与此同时，楚风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九龙圣袍竟然隐隐间有了反应，就好像是受到了召唤一般，开始骚动不安。天上的雷霆越来越汹涌，雷声也是越来越刺耳。紧接着，竟然有着一道雷霆自虚空之上轰落而下，直接轰在了九龙异象港之上。九龙异象港的20个入口一直都摆在那里，虽然20个暗道变幻莫测，可是20个入口的位置却从来没有变过。而眼下那一道道自天上不断落下的雷霆，竟然全部都轰在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第13个暗道的入口。雷霆落地之后，却又化作一道道电流，涌入那第13道入口之中。第13道暗道的入口并没有遭受破坏，反而是雷霆涌动。相比于其他19个毫无变化的入口，这第13道入口倒是颇为壮观。这是什么情况？对于这一幕，众人面面相窥，猜测不断。我知道了，这是九龙异象港的异象。忽然，但台天族的族长但台向南开口道：“异象？九龙异象港还有异象吗？”此时，大部分人都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九龙异象港还有异象。但台族长，您所说当真？这当真是九龙异象港引来的异象？吴明肯问道。其实，对于这九龙异象港的异象，我也只是听闻，还从未见过。但在我爷爷那一辈之中，的确有人见过这异象。而上一次这异象出现，也是有雷霆击中九龙异象港的入口之一，雷霆连绵不断，足足击中9999次才停止。但台向南说道：“异象往往是某种预兆，这异象又代表着何事？”吴明肯问道。关于这异象，倒是有一个传说，是有天选之人出现才会出现此异象，而这异象出现也会为那天选之人指引明路。但台向南说道：“那岂不是说这雷霆所击中的入口，便是通往那九龙上界深处的入口？”众人变得兴奋起来。然而，但台向南却是摇了摇头。传闻的确如此，可是据我爷爷所说，这异象出现过不止一次，甚至他听先辈所说，曾经这九龙异象港还被我但台天族看管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异象。但是每一次有人进入这异象所指引的路，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所以后来我族先辈便意识到，这异象的确是在进行指引，只不过却与传说中的指引不同。他指引的并非是通往九龙上界的路，而是在警示人们，这条路乃是那死之暗道中必死的一条路。但台向南说道：“哇，竟然是这样吗？”听得此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有所变化。原本对那条被雷霆击中的入口充满期待与向往，可是此时有的却未有警惕与排斥。雷霆依旧自天上落下，不断的击中那个入口。不过过了片刻之后，那雷霆也终于停止落下。而在场之中，刚好有人数着究竟落下了多少道雷霆，所以人们得以知道那雷霆所落下的数量，竟与但台向南所说的一样。而这也就证明了这一项的确是但台向南所说的异象。紧接着，那虚空上的漫天雷云开始消散，天地也是恢复正常。而因为已经得知这异象预示着什么，所以人们就当看了一场戏，内心倒是没有太多波澜。毕竟这异象所指出的那条暗道，那是最危险的死之暗道，它可以避免小辈们遇到危险，这也可谓是好事一桩了。可在此时，那灵狐铁面却是听到了一道暗中传音：“你可甘愿让那楚风夺得第一？”听闻此话，灵狐铁面下意识地看向了但台希儿一眼，因为那暗中传音乃是但台希儿传给他的。这楚风凭什么就是第一？就算我拦不住他，还有月月在。灵狐铁面回道：“难道不没听闻过圣袍界灵师拥有尊者境的力量，
而楚风乃是圣袍界灵师，别说你我或者灵狐月月，就算我们所有人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但台希儿说道：“你听谁说的？”灵狐铁面神色有所变化，显然对于圣袍界灵师的战力，他没有听闻过。我从何处听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绝对不会骗你。你了解我的，这对我没有好处。但台希儿说道：“正因为了解你，我才不会信你。”灵狐铁面冷哼一声，旁人不了解但台希儿，可是他与但台希儿交手过这么多次，他对但台希儿可就太了解了。他甚至但台希儿这个女子的狡诈与阴险，若是能除掉这楚风呢？但台希儿问道。然而这一次，那灵狐铁面却连回都不回但台希儿了。若是如此，那就算了。但台希儿说道：“既然异象已消，那么我们便继续祖武十星的评选，所有小辈进入九龙异象港，选择你们要走的路吧。”就在此时，那吴明肯高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无论是巅峰柱上的小辈，还是那100名冲出重围的小辈们，都是纷纷动身，落入了九龙异象港之中。所有人都是选择了进入暗道，没有人愿意去挑战那些远古凶兽。但台希儿也是如此，并且他已经选好了一条自己要进的路。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落在了但台希儿身边，这引起了但台希儿的注意。其实许多小辈想浑水摸鱼，都会跟着站在巅峰柱上之人进行选择，毕竟这样有一定的保障。而因为但台希儿乃是但台天族的人，众所周知，对于这九龙异象港，但台天族最为了解，所以此时跟随但台希儿的人最多。而这个人能够引起但台希儿的注意，乃是因为这个人乃是灵狐铁面。但台希儿，莫非你有对付楚风的办法？灵狐铁面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追问道。本来我是想用来对付他的，但是现在来看，就不只是对付他这么简单了。你若是此时动手，便可以直接杀了他。但台希儿说道。得知既然有方法可以杀掉楚风，灵狐铁面顿时目光大变，内心更是变得激动起来。他对楚风的恨如此之深，连做梦都想楚风死。是何方法？灵狐铁面问道。我有一件秘宝，这秘宝虽不能杀那楚风，但却有着极强的爆发力。你将它对准楚风，楚风绝对躲不过去，会被重创。但台希儿说话间，手中取出了一件珍珠大小的小球，这小球为黑色，可上面却密密麻麻的刻满了符咒纹路。这小球一闪而过，根本没人能注意到，但灵狐铁面还是注意到了，那似乎是传说中的暗黑风雷符。灵狐铁面叹道：“这暗黑风雷符乃是难得的至宝，与其说是至宝，倒不如说是一件难得的武器。这暗黑风雷符杀伤力极强，据说可以抹杀5仙境，唯有尊者境强者才能抗衡。的确是暗黑风雷符，不过威力并没有传闻中那么强，所以只凭它不能夺楚风之性命。不是说可以杀他，既然此物不能杀人，那你要我如何杀他？”灵狐铁面问道。本来我是想留着他，出其不意地对付楚风，虽不能杀了楚风，但却也可以寻得击败他的机会。但现在不一样了，异象出现，只是出了那一条必死的暗道。你只要凭借着暗黑风雷符，将楚风推入那暗道之中，他自然必死无疑。但台希儿说道。当真？灵狐铁面问道。若是不信，那便算了。但台希儿说道。那你为何不自己做？灵狐铁面问道。因为我不想做这个坏人。但台希儿说道。这一次你倒是说得够直接。灵狐铁面颇感无语。但台希儿不想做这个坏人，难道他灵狐铁面就想做这个坏人？他们这样的天才，哪一个不希望有好的名声？就算平日里嚣张跋扈，坏事做尽，但在这么多长辈、这么多高手、这么多人的面前，他们还是会尽量保持好的形象。你自己考虑好，这是难得的机会。但台希儿说道。我想杀他，日后有的是机会。灵狐铁面说道。你日后的确有，都是机会，但是今日呢？今日灵狐鸿飞不参加祖武十星评选，你族谁能抗衡楚风？若是让这楚风夺得了第一，将是你族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就算日后楚风死了，又能如何？但台希儿说道。听得此话，灵狐铁面脸色变得阴沉，同时也是陷入了沉思。楚风并没有注意灵狐铁面和但台希儿暗地里的小动作。此时楚风落在了第12道门之前，这是楚风觉得最安全的一道门，也是可以最快通过到达出口的一道门。不过楚风虽然站在第12道门前，目光却一直凝视着那第13道门。虽然此刻那异象消散了，那观察楚风的目光也是随之消散，但是楚风那被唤醒的九龙圣袍却依旧有着反应。九龙圣袍并没有浮现而出，旁人根本看不出异象，但能感受到九龙圣袍力量的涌动，那感觉就好像是受到了召唤，而召唤他的正是那第13道门。也许传说是真的，楚风有了这种想法，他觉得传说可能是真的，这第13道门有可能真的是能够进入九龙上界最深处的道路。至于那些人有去无回，只能说明这条路危险万分，同时也说明他们实力不济。若是可以，楚风真想进去一探究竟，只是可惜他不行，毕竟他要救白黎落，而救白黎落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得这祖武十星评选的第1名。为此他必须快，要尽快闯过星域主界部下的局，才有资格去争夺祖武十星的第1名。所以楚风耽误不得时间，也不能去冒险。你干嘛一直盯着那第13道门？就在此时，一道声音自楚风身旁响起，是乌马圣杰。楚风告诉乌马圣杰，第12道门最为安全，让乌马圣杰跟着自己，所以乌马圣杰一直跟在楚风身旁。只不过明明站在第12道门的门前，可楚风却一直盯着第13道门，这让乌马圣杰很是不解。没事，就是随便瞧瞧，走吧，一同见识一下这九龙异象港的暗道是否如传闻中那般玄乎。楚风笑着说道。虽然观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也有胆大者第一时间就冲入了这暗道之中，所以楚风等人自然也不能耽误时间，小心。可就在此时，
乌马圣杰却是大喝一声，紧接着他手掌猛地一推，直接将楚风推开。下一刻，在乌马圣杰的身上竟然爆发出强大的雷霆，雷霆急速蔓延，其中还有飓风，飓风力量极强，直接将乌马圣杰推开。而推入的方向并非是第12道暗道，而是直接进入了第13个暗道。一切来得太快，当楚风反应过来之际，乌马圣杰已是落入第13个暗道之中。灵狐铁面，你做什么？此时楚风大怒，满眼怒色地望向了灵狐铁面，因为那位使用秘宝将乌马圣杰推入第13道暗门的正是灵狐铁面。灵狐铁面实在太恨楚风，就算要背负骂名，他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动了手，却不曾想楚风没注意到他的动作，却被乌马圣杰发现，还因乌马圣杰而使得楚风躲过一劫，这让灵狐铁面既愤怒又憋屈。算你命大！灵狐铁面冷哼一声，随后身形一纵，竟然直接掠入一个暗道入口，竟然暗算他人。这灵狐铁面竟然如此卑鄙，理当严惩。场外，龚晴怒声斥责。其实不用他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灵狐铁面这次出手是冲着楚风去的，只不过楚风却被乌马圣杰救了而已。这手段的确卑鄙了一些，但祖武10星的评选本就是竞争，平日里暗算的也很多，直接杀死人的也不在少数，这是规则之内。只不过以灵狐铁面的身份做出这等事，的确不太好看。龚氏天族族长说道：“到底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才能让灵狐铁面对楚风做出这样的事？”此时，众人猜测纷纷，深仇大恨可以光明正大的报仇，但用如此不耻的行为，只能说明一点。有名白人忽然说道：“说明什么？”众人纷纷问道：“那就是光明正大的交手无法报仇，所以才出此下策。”那位明白人说道：“哇，这么说来，楚风真的如此强大，连灵狐铁面都不得不使用卑鄙手段，并且失败之后还立马进入暗道，莫非这是害怕楚风找他报仇，逃脱了不成？”一语惊醒梦中人，此刻众人都是恍然大悟一般，越发觉得楚风的深不可测，否则不可能让灵狐铁面这般。灵狐铁面可是祖武10星第3，连他都如此忌惮楚风，看来这楚风真的非同小可呀。此时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越发的期待起来，并且许多人都觉得楚风多半就是此次祖武10星的第1位了，毕竟他拥有着连灵狐铁面都惧怕的实力。可是下一刻人们却是神色大变，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一辈，此刻都是被吓了一跳，因为楚风竟然转身跃入了那第13道暗门，那可是必死之暗道。楚风主动跃入其中，这不是找死吗？许多人都被楚风的这一幕所惊到了，尤其是那些不了解楚风，但是却又拿出仙武石给楚风投注的人，本来还指望着楚风实力逆天，夺得此次祖武10星评选的第1位，让他们大赚一笔。现在可倒好了，那么多仙武石全都打水漂了。至于楚风，他其实没有选择，乌马圣杰因救他而跌入那必死之暗道，楚风岂能坐视不理？楚风掠入其中后，便立刻找到了乌马圣杰。此刻乌马圣杰的身上已是雷霆入体，飓风入骨，受了不轻的伤。楚风见状，二话不说便上前帮忙医治。楚风，你怎么进来了？见到楚风，乌马圣杰满面意外，别说话。而楚风只是说了这3个字之后，便继续为乌马圣杰疗伤。虽说乌马圣杰的伤势不轻，但好在楚风医治的及时，再加上那伤势更多的是麻痹身体，而本身就非致命的力量，所以不过片刻之后，此乌马圣杰的伤势就得到了缓解。接下来的需要乌马圣杰自己慢慢调理才能痊愈。你干嘛跟进来？你不要命了？乌马圣杰则是颇为生气的看着楚风，那你干嘛替我挡那一下？你不要命了？楚风反问道。谁要替你挡？我只是想推给你的同时，自己也就立刻躲开，只是低估了那东西的速度，所以才被击中，这是意外，可不是故意救你。乌马圣杰说道。那还不是救了我？楚风说道。好歹也是朋友，难道见死不救吗？话说你之前一直盯着这死之暗道干嘛？那灵狐铁面鬼鬼祟祟的过来，你居然都没注意到？乌马圣杰说道。好了，我错了行吧，既然都已经进来了，还是想办法出去吧。楚风说道。看来只能见识一下这所谓的必死之暗道了。乌马圣杰说道。之所以如此说，那是因为他与楚风都看得清楚，他们来时的路已经不见了，身后乃是一堵墙，此墙之坚固根本破不开，所以他们现在已是别无选择，只能前行。走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楚风淡淡一笑，随后身形一纵，向前方未知的道路掠了过去。这家伙是没长心吗？乌马圣杰颇感无奈，明明这里是被验证过的必死之暗道，若是旁人落入此处，定然是吓得魂飞魄散，甚至痛哭流涕了。可是楚风可倒好，不仅面无惧色，反而面带微笑，就好像对他楚风而言，这里根本就不是必死之暗道，倒更像是一场有趣的冒险一般。唉，难怪不都说没心没肺的人活得快乐。乌马圣杰叹息一声，随后也是身形一纵，跟着楚风一同飞掠而去。这条暗道是一个下斜坡，他们乃是向地底深处而去的。起初前方道路并无异样，可是走着走着，前方忽然出现了大量的符咒，所有岩壁上面都布满了这符咒。好厉害的符咒，莫非这是降魔咒？乌马圣杰看向楚风，因为他有些不确定，之所以不确定，乃是因为这符咒看似非常利奥的，是一种很强的符咒，因为太深奥，所以连他也无法确定。但同时他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不安，尽管还无法确定，但他猜测这多半就是降魔咒了。降魔咒是干嘛的？身为戒灵师的他不可能不清楚，降魔咒乃是困住恶灵的，而降魔咒的强弱也往往代表着那被困恶灵的强弱。的确是降魔咒，并且等级很高，绝对不是寻常的戒灵师所留下。倘若此处真有恶灵，那便多半不是你我二人能够应付的。楚风说道。那怎么办？难道在这里等死？乌马圣杰说道。等死多没意思，我们去找死怎么样？楚风说道。好啊，反正有你这个垫背的，
死了也有个伴。乌马圣杰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进入了那布满降魔咒的区域，继续深入。而楚风也是紧跟着掠了过去。只是他们二人并不知道，当他们踏入这个区域之后，那第13道暗道的入口处竟然有了变化。自从被那异象的雷霆击中之后，这入口便布满了雷霆。尽管异象早已消散，可这雷霆却并没有消散的意思。不仅如此，此刻这雷霆竟然开始变化，在这入口的中心区域形成了2道人影。尽管有些模糊，可是人们却能是大概分辨出，那乃是楚风与乌马圣杰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这第13道入口的变化，人们议论纷纷，就连梁秋大师、无名星云等人物也不明白这样的变化代表着什么。看来他们二人已经深入这暗道之中了。众人不解之际，倒是蛋台天族的族长蛋台向南开口了。蛋台族长，这雷霆影像莫非是有着一些预示？梁秋大师问道。梁秋大师所言极是，这雷霆影像的确是一种预示，这代表着楚风与乌马圣杰的生命。影像若在，他们胜；影像若散，他们死。蛋台向南说道。竟然还有这种说法，那族长大人，他们该如何出来？有人问道。那9龙异象港的深处有着20个暗道出口，虽然暗道变幻莫测，可一般来说，入口与出口是相通的。若是他们可以活着出来，应该会从那第13道出口出来。只是可惜，据我所知，还从未见过有人能够活着从那条暗道之中出来，并且一般1炷香的时间便会死，还从未有人能够撑得过2炷香。蛋台向南说道。这么说来，岂不是再过1炷香的时间，那雷霆影像便会消失？听得蛋台向南的话后，许多人都是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些与楚风关系不错的人，就更为担心了。当然，如梁秋大师等人，则是观望状态。对于楚风的本事，他们也算见识了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楚风做不到。时间飞逝，很快2炷香的时间便过去了。这种情况下，如梁秋大师等人，那本悬着的心开始渐渐落下了一些。按照蛋台向南所说，楚风与乌马圣杰至少还是撑过了其他人所撑不住的时间。这一事证明楚风与乌马圣杰的不简单。快看，那雷霆影像消失了！可就在此时，人们忽然有人惊呼一声，紧接着，就连梁秋大师等人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明显的变化。就如那人所说，那第13道入口的雷霆影像的确消失了，我的仙武石就这样白白的丢了。此时，许多人都感到很难过。不过他们并非是因为楚风死而难过，而是因为心疼他们的仙武石才难过。难道说楚风与乌马圣杰2位小友真的就这样死了？太可惜了！如楚风小友这样的天才，居然就这样陨落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此乃我祖武星域之不幸啊！那些见识过楚风实力的人开始感到惋惜。不过，如梁秋大师等人，则是对于这个事实表示难以接受，同时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仍然对楚风的生死抱有一丝期望，毕竟他们见识过楚风的手段，并且觉得楚风是有气运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就这样轻易的死才是，因为连上天也会眷顾于他。至于楚风与乌马圣杰，当然没有死。楚风和乌马圣杰此时已经穿过了那降魔咒的区域，而当他们离开降魔咒的区域后，那雷霆影像便消失了。至于为何消失，甚至为何在进入那降魔咒的区域后会有雷霆影像映射而出，楚风和乌马圣杰也不清楚。事实上，他们根本都不知道雷霆影像这件事情，并且此时他们已经无心去想其他，因为他们二人自打他们离开了降魔咒的区域后，便进入了一处非常危险的区域，下方漆黑一片，深不见底，非常的空旷，但却会不断的传来恐怖的哀嚎与嘶吼，甚至是尖叫，撕心裂肺，怨气冲天。听到这种声音，哪怕是乌马圣杰也是不寒而栗，并且眼下这条暗道已经不再是斜坡的向下，而是笔直的向下，一眼望去，就好像这是通往地狱的通道，让人不寒而栗。而最令楚风和乌马圣杰更加绝望的是，原来这条暗道只能进不能退，明明来时之路没有任何阻隔，也看不到任何结界，但是当他们二人想要向上飞掠，想要回到那较为安全的降魔咒区域时，却发现在他们的上方有着一层无形的屏障，已经将他们拦住。当他们没前进一步，再想往后退，都会遇到那无形的屏障，他们已经是回不去了。这到底是什么？乌马圣杰问道。不清楚。楚风摇了摇头，连你也看不透，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乌马圣杰凝望下方，眼中的不安之色越发浓郁。楚风如今可是圣袍界灵师，圣袍这可是界灵师非常高的境界，连这样的楚风都看不穿身后的屏障到底是什么，这足以说明此处是多么的不简单。这里不是必死之路吗？楚风笑眯眯地说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看着面带笑容的楚风，乌马圣杰非常无奈。虽然知道这是必死之路，但进入此处却也是抱有着一丝希望的，不然何必探索呢？直接自杀不就得了，还免受折磨之苦。但是现在下方多半是强大的恶灵，原路又回不去，就算在此等候，也迟早会被恶灵发现，那个时候也是难逃一死。这种情况下，楚风竟然还笑得出来，这让乌马圣杰难以理解。丫头，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下面探探路。楚风说道。干嘛？要去一起去？难道我乌马圣杰是贪生怕死之辈吗？乌马圣杰问道。那倒不是，只是小心。忽然，楚风脸色大变，他身形一纵，便来到乌马圣杰身前。只见其衣衫舞动，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如同喷涌的岩浆一般，自其体内释放而出。这圣级结界之力不仅看起来耀眼，那气息更是极为神圣。而就是如此神圣的结界之力，却在顷刻之间化作一道屏障，挡在了身前。忽然间发生的变故让乌马圣杰有些不知所措，可是紧接着他也是神色大变，甚至惊呼出声：天哪！那是一只利爪，此爪自暗道深处而来，看不清它的本体，只能看到它的爪子与胳膊上
布满了紫色的毛，体外缠绕绿色的气体，气体散发令人作呕的气味。此时此爪张开，足有100米，一只爪子便有100米。由此可见，此物本体是何其巨大。最重要的是，乌马圣杰能够感受到楚风所释放出的结界之力，力量非常之强，那是超越了5仙的力量。可就是如此强横的结界之力，在那爪子的压迫下，竟然出现了裂痕，裂痕急速蔓延，这结界随时都会崩碎。该死，这东西竟然如此厉害！此时，楚风也是心中一沉，他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这随便一只恶灵出手，竟然就已令他难以对付。要知道，他如今好歹也是圣袍界灵师，好歹也拥有着堪比一品尊者的战力，看来只能放手一搏了。蛋，希望你不要怪我。楚风一只手掌张开，磅礴的结界之力依旧不断自其体内释放，但另一只手却是摸向了自己的乾坤袋。面对这种情况，楚风只能向邪神剑求助。虽然楚风不知道邪神剑的力量能否对抗这等境界的恶灵，虽然当年使用邪神剑的时候，邪神剑展现的威能几乎无可匹敌，但毕竟当时楚风所面对的对手还很弱小，邪神剑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楚风也不确定，只知道邪神剑很诡异，不可轻易再去触碰。可此时乃是被逼到了绝路，只能拿出邪神剑试一试了。这家伙！可就在此时，楚风忽然神色一动，他感觉到自己乾坤袋内的那颗麒麟蛋竟然有了反应，那是蠢蠢欲动的感觉。尽管无法确定，但是楚风感觉这麒麟蛋好像很喜欢眼前这只恶灵。忽然，楚风乾坤袋内的麒麟蛋再度爆发出了磅礴的吸力，那吸力横扫而去，瞬息覆盖了那只巨大的恶灵利爪。紧接着，在那暗道深处便传来惨叫，利爪不仅开始颤抖，还想要收回去，可是晚了，一切都晚了。楚风能够亲眼看到巨大的利爪在他的面前变得扭曲，很快便面目全非，化作了一缕磅礴的气体，跟随着那吸力进入了楚风的乾坤袋内。准确的说，是进入了楚风乾坤袋内那颗麒麟蛋之中。楚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那利爪忽然就消散了？乌马圣杰一脸惊讶地看着那利爪消失的地方，眼中的不安不减反增，因为他觉得这一切太诡异了。而看着这样的乌马圣杰，楚风也是颇感惊讶。难道你感觉不到吗？难道是你做的？是你灭了那利爪？乌马圣杰看着楚风，没，不是我。楚风摇了摇头。此时楚风已经确定，麒麟蛋所散发出的吸力，只有楚风自己能够感受得到，除了楚风之外，谁都感受不到，否则乌马圣杰也不会如此。不过，我们似乎有对付这些恶灵的法宝了。楚风说道。什么法宝？乌马圣杰看着楚风，对你也不用隐瞒。楚风说话间，便将那颗麒麟蛋取了出来，并且将这麒麟蛋炼化了那只恶灵的事情告诉了乌马圣杰。楚风之所以愿意告诉乌马圣杰，那是因为楚风信任他，毕竟乌马圣杰可是为了救楚风才落入此处的。真的吗？然而，对于楚风所说之话，乌马圣杰却是半信半疑。不是他不相信楚风，只是无论他怎么看，这颗蛋都不像是一颗麒麟蛋。其实我也不能确定这颗蛋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你在这里等我，我去试试水。楚风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向深处掠去。可是几乎在楚风动身的同时，乌马圣杰竟也跟了上来。看来我说什么都没用了。楚风知道乌马圣杰不会待在这里，就算明知道有危险，他也要与楚风一同去一探究竟。既然知道说什么都没用，那就别说，干脆带我离开这里。乌马圣杰说道。我尽力。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加快了下入的速度。很快又有一只恶灵袭来，这似一条蛇，但又不是蛇，血盆大口张开而来。看不到它的身躯有多长，但是它的血盆大口竟有1000米之大，一颗牙齿都长达100米，而在那血盆大口中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这样的牙齿，粗略估计那口中的牙齿也有几百颗。这样的血盆大口不仅恶心，更是恐怖至极，尤其是配上那惊悚的尖叫，连乌马圣杰也是吓得脸色煞白。然而就在恶灵靠近至极，竟然开始变得扭曲，很快化作磅礴的气体自乌马圣杰与楚风身边穿过，并且很快那气体也是消散了。这便是乌马圣杰所看到的全部。莫非真的是这颗蛋？乌马圣杰看向楚风，眼中满是惊讶。他虽然感受不到那蛋所释放的吸力，但他却也知道先前发生的绝非是巧合，应该便是他了，只是不知道他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楚风心中也没底。可是哪怕这样，楚风依旧快速地向着暗道深处飞掠着，而深入的过程中不断有恶灵出现。从威势上来看，一只强过一只，但没有一只能够逃过那颗麒麟蛋的炼化，并且随着这些恶灵被炼化，那麒麟蛋也是发生变化，那蛋壳上面的裂痕开始扩大，是在吞噬外力，然后加快孵化吗？神兽当真如此可怕？尽管眼下楚风是依靠这颗麒麟蛋来破解眼前的难题，可是越是见识到这颗麒麟蛋的厉害，楚风越是觉得这颗麒麟蛋不简单。如此厉害的怪物留在自己的身边，那可真是福祸难料。若他听自己的，那楚风绝对是捡了大便宜；若是他不听呢？天知道，到时候他会对楚风如何？最无奈的是，楚风目前掌握的手段根本无法限制这颗麒麟蛋，所以这还真是一个赌局。至于结果，那也要听天由命了。恶灵都不见了，莫非是感受到了你这颗麒麟蛋的厉害，被吓跑了？乌马圣杰问道。这个不清楚，不过谜底似乎就要揭晓了。尽管恶灵消失了，但楚风的目光却变得格外凝重。这种情况下，刚刚因恶灵消失而情绪稍微缓和的乌马圣杰也是随之再度变得紧张起来。毕竟明知有恶灵的情况下，楚风还能谈笑风生，可是当恶灵消失，楚风却如此凝重。只从楚风此刻的情绪，乌马圣杰便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恐怕比恶灵更加可怕。忽然
一阵刺耳的笑声自那暗道深处响起，那声音浑厚响亮且威压十足。当那笑声响起的一刻，一股劲风也是自暗道深处直冲而来。楚风与乌马圣杰面对那劲风毫无防抗之力，再加上身后有无形的屏障，所以他们二人被死死地按在了屏障之上，动弹不得。此时莫说乌马圣杰，楚风心中也是涌现出了恐惧之意。之前凭借手中的麒麟弹，楚风可以说是神挡杀神，佛挡星号，看上去再可怕的恶灵遇到他们也是瞬息之间魂飞魄散，成为了那麒麟弹的盘中餐。可此时下方之物不过大笑便能散发如此强横的锋利，最关键的是楚风手中的麒麟弹竟也是没了丝毫反应，这让楚风意识到此时暗道深处之物他是极难对付。不过庆幸的是，此物虽强，但却没有如其他恶灵一般发现楚风，他们便立刻痛下杀手，说明他是具有灵智与自己的意识的。于是楚风忍住那席卷而来的强风，以充满敬意的口吻开口问道：前辈，您为何要笑？当楚风开口之后，那劲风竟真的停了下来。可是楚风与乌马圣杰却皆是心中一沉，在那漆黑的暗道深处竟然出现了一双眼睛，那眼睛为血红之色，巨大无比，就宛如是两轮血月出现在了自己的下方。果然此物比楚风之前遇到的所有恶灵都要更为的恐怖。为何笑？本尊那是苦笑。本尊等了这么久，终于有人能来到此处，却不曾想却是两个废物。下方的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此时的声音之中却充满了讽刺与愤怒。浪费本尊的一番心血，去死吧！话到此处，自那暗道深处便传来了磅礴的杀意。在这一瞬间，楚风与乌马圣杰都感觉自己一只脚仿佛已经踏入了鬼门关，对方拥有着他们所无法匹敌的力量。他若杀自己，楚风与乌马圣杰便只能等死。等一下！眼见不妙，楚风则是赶忙开口：前辈，请等一下，晚辈有话要说。楚风此话一出，那杀意虽然并未消散，可是那暗道深处的存在竟然真的开口。虽然很不耐烦，要说什么？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那天上的异象可是前辈所做？楚风问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与你有何关系？那存在的态度很是恶劣，话语之中充满了对楚风的鄙夷。忽然楚风叹息一声：你叹什么气？那存在问道。晚辈很是失望。楚风说道。失望？轮得着你失望吗？该失望的明明是本尊。那存在说道。先前晚辈进入此处之前，感受到有一双眼眸隐藏于异象之中，一直盯着晚辈，而后又听闻异象出现乃是挑选天选之子，我便觉得我一定是被选中之人了，所以才进入此处。不曾想遇到前辈后，前辈竟如此瞧不起我，若早知如此，那我便不进来了。楚风叹道。有双眼眸盯着你，你此话当真？然而听得楚风此话后，那存在的语调竟然忽然发生变化，原本很不耐烦的他竟然开始不停地询问楚风关于那双眼眸的细则，而楚风也是将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如实的讲了出来。等了这么多年都未曾选人进来，如今终于选来了，竟是这样一个弱小之人。九龙圣君，难不成你是在玩本尊不成？那存在发出了一声不解的嘀咕。前辈，莫非盯着我的那双眼眸乃是那九龙圣君的，而不是前辈？楚风问道。这不关你的事。那存在说道。前辈不说也行，那总要告诉晚辈，你们选晚辈来此到底有什么事情需要晚辈做？不管做什么，总要让晚辈试一试。若是晚辈真的不行，那你再杀晚辈也是不迟啊。楚风说道。小鬼，你倒是挺有胆识的，明知本尊要杀你，竟然还有胆问这么多。虽然修为很弱，但本尊对你的印象倒是有了些许改观。不过你现在的修为实在太弱，还是去修炼一下吧，待你成为至尊境再来找本尊。那存在说道。若是这样，那倒也好，只是前辈，晚辈对此处并不了解，不知该如何出去，晚辈可否指条明路？楚风问道。本尊可以带你出去，只不过你若要走，需要留下一样东西，否则你若不回来了，本尊岂不是被你戏耍？那存在说道。前辈，我这朋友我一定要带走。楚风意识到不对，不由得与乌马圣杰站得更近了。这个小鬼比你还废物，本尊留他何用？本尊要留的是你手中那颗蛋。那存在说道。好，听得此话，楚风二话不说，直接将手中的麒麟蛋丢了出去。楚风，你！见此一幕，乌马圣杰一惊，那麒麟蛋能吞噬恶灵，可见绝对是无价之宝。楚风居然就这样丢了出去，简直是毫不犹豫。然而楚风岂会不知这麒麟蛋的价值？可就算价值再高，也是一件宝物而已，这可远不可比自己与乌马圣杰的性命。本尊说要留一物，你第一反应就是你的朋友不行，而本尊要留你这颗蛋，你竟连想都不想就交了出来。看得出来你倒是挺重情义，不错，本尊越来越欣赏你这小鬼了。那存在拿到麒麟蛋后，竟然再度发出笑声，并且是颇为愉悦的笑声。看得出来此刻的他心情好转了不少。前辈，那晚辈可以离开了吗？楚风问道。当然可以。那存在说完此话，楚风与乌马圣杰的身前便出现了一道结界门。看到那道结界门，楚风与乌马圣杰皆是心情大喜，这里简直就是如同地狱一般，他们真是迫切的想要离开此处。先别急着走，你将这颗蛋压在本尊这里，本尊过意不去，本尊喜欢有来有往。这样吧，本尊也将一件宝物压在你的身上。那存在忽然说道。前辈不必了吧，这样晚辈多过意不去。楚风说道。别客气，收着吧。此话说完，一道血红色的光芒忽然自暗道深处袭来，直接钻入了楚风的丹田之中。当那血色光芒入体之后，楚风顿时疼痛难忍，与此同时身上更是布满了血红色的血丝，极为吓人。楚风见此一幕，乌马圣杰吓了一跳，赶忙搀扶住楚风。别慌，
刚刚入体是会有一些反应，等一下便会好了。那存在说道：前辈，您这宝贝，晚辈可是无福消受，您还是收回吧。楚风咬着牙说道。楚风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楚风已经意识到，那存在摄入楚风体内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宝物，而是索命的毒物。这个存在分明是害怕楚风不回来，所以在楚风身上下毒，从而逼迫楚风回来。没有说让你销售，你将来可是要还给本尊的。10年之内踏入至尊境，便再来此处找本尊，至尊自然会将此物取出。对了，提醒你一句，本尊这宝物可是有些烈性，你最好不要去找那些废物界灵师帮你取出来，否则后果自负。行了，赶紧走吧。那存在说道。那便告辞了。说完此话，楚风便身形一纵，抓着乌马圣劫，一同进入了那结界门。然而进入结界门后，楚风与乌马圣劫便被卷入了一股强大的暗流之中。这似是一个结界通道，但通道之中暗流极强，楚风与乌马圣劫根本无法自由活动，只能随波逐流。这哪里像是出口？他该不会在骗我们吧？乌马圣劫问道。他若想杀我们，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他想逼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根本无法反抗，他没必要骗我们。相比于乌马圣劫，楚风此刻倒是颇为淡定。楚风，你没事吧？乌马圣劫关切地问道。无碍了，相信10年之内我不会有事。楚风笑着说道。看着这样的楚风，乌马圣劫也是不知该如何相劝了，但是内心却是越发的不是滋味。那麒麟蛋如此珍贵，你怎么如此轻易的就送了出去？乌马圣劫问道。不过一颗麒麟蛋而已，岂有你我的性命重要？楚风一脸的无所谓。听到这里，乌马圣劫心中又是一酸，毕竟他也是亲眼看到楚风第一时间护住自己，说不可以将自己留下的样子。多少人因为一件至宝争得头破血流，甚至至亲之人也会反目成仇。可是楚风眼中那等至宝却是可以随意丢弃，但他这样的朋友，楚风却是要舍命守护。这让乌马圣劫心中酸楚的同时，却又感受到了浓烈的暖意。楚风，我真的不如你。乌马圣劫低声说道。怎么忽然说这种傻话？楚风看向乌马圣劫的眼中涌现出了诧异与关切之色。自打遇到恶灵开始，我心中便充满恐惧，而遇到那个不知是何物的家伙，我更是吓得连话都不敢说。若不是你在，我怕是已经死了。乌马圣劫说道。傻丫头，我这都是应该的，男人保护女人天经地义，何况你是我的朋友。楚风笑着拍了拍乌马圣劫的肩膀。换做之前，乌马圣劫一定会立刻躲开，但是这一次却并没有。以前他厌恶男人碰他，但是此时当楚风的手拍在他的肩膀上，他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安全感，从未有过的安全感。楚风，你觉得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乌马圣劫之所以这样问，那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夺走楚风麒麟蛋又在楚风体内中毒的存在，应该不是恶灵那么简单。我也是一头雾水，不过答案总会揭晓吧，等我达到至尊境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楚风淡淡的笑道。居然还笑得出来，你体内可是中了毒，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乌马圣劫有些费解，楚风这心态也实在太好了一点。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又为何在那里，但他拿走我的麒麟蛋，又在我体内中毒，如此费心思的想让我回去，他一定是需要我做什么，并且这件事只有我能做，他自己做不了，所以啊，他肯定舍不得杀我。至于10年之内达到至尊境，你觉得我能不能做到？楚风问道。以你的天赋，至尊境自然难不住你，只是10年，这个期限着实太短了。乌马圣劫面露担忧之色，他不是不相信楚风，只是至尊境界实在太难，毕竟整个祖武星域至尊境的高手也才那么些个人而已，而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修炼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人物。10年内踏入至尊境，那个时候楚风也还是100岁以内的一个小辈，并且在小辈之中也是颇为年轻的。如此年纪，怎么可能踏入尊者境？就算是妖孽级天才，也是难以做到。正因觉得楚风做不到，乌马圣劫才补充道：梁秋大师很中意你，他应该会帮你。傻丫头，你觉得梁秋大师能斗得过那个家伙吗？虽然那异象不是那个家伙所造，而是那个所谓的9龙圣君，但那家伙的实力绝对在梁秋大师之上，所以我推断他的话绝非恐吓，因为这毒的确很难解，若是擅自动手去解除这毒，怕是会取我性命。楚风说道。此毒当真如此厉害？听到这里，乌马圣劫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毕竟那毒在楚风体内，那物究竟是何级别，楚风其实最为清楚。哈哈，开个玩笑，此毒并无大碍，丫头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不会有事的。楚风说道。楚风此时一脸笑容，看上去无比轻松，就好像他真的毫无压力一般。但乌马圣劫却依旧是眉头紧皱，他知道楚风先前的话不是玩笑，那毒绝对凶险万分。好了，别板着小脸了，此次祖武10星的评选，第1名我是要定了，但那第2名你可有把握？楚风问道。我们此刻被困在这里，不知何时能够出去，若是赶得上倒也罢了，若是赶不上，连最后一轮评选的机会都没有，还怎么争？乌马圣劫感叹道。说来也是，既然已经放我们走了，为何又弄得如此麻烦？楚风说话间开始仔细地打量这个通道。丫头，你仔细看，此处隐藏着修武之道。忽然，楚风满面凝重地开口。听得此话，乌马圣劫也是赶忙观察，这一观察不要紧，乌马圣劫也是神色大变。此时，楚风与乌马圣劫在这通道内无法自由移动，而是有着一股强大的风力推动着他们2人快速地在这通道内前行，速度很快，通道墙壁掠过的速度也是很快。可是他们2人仔细观察之下，的确能够看到有神秘的纹路刻在那岩壁之上，用心感悟，这其中竟真的蕴含修武之道。在楚风与乌马圣劫用心观察那通道岩壁上所蕴藏的修武之道之时，在先前楚风遇到那神秘存在的地方，却传来阵阵充满幽怨的声音。这小鬼虽然修为很弱，但年纪也是很小，
身上竟然还有吞天麒麟这种好东西，不知有何背景。九龙圣君，你该不会是又要坑本尊，把某个大家族的小辈引来了吧？不对啊，此处乃是弹丸之地，哪有如此强大之势力？难不成是本尊被困这些年中，那些庞然大物或者某些人物来到了此处，留下了后人？这声音响彻的同时，那双巨大的血色眼眸却也一直凝视着那颗楚风眼中的麒麟蛋，眼中不仅满是欣喜之色，同时也有着一抹淡淡的忌惮。九龙异象港之上，人们变得紧张起来。那九龙异象港深处的10个位子已经被占据了7个，占据这7个的人分别是灵狐月月、灵狐铁面、蛋台仙儿、灵狐命也、灵狐轮以及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只剩下最后3个名额。当这3个人出现之后，此次祖武十星便将得以确定，剩下的只是祖武十星之中的名次之分而已。本来楚轩辕之子楚风与那预言之子乌马圣杰出现，会有一场好戏看，却不曾想他们就这样死去了，都怪灵狐铁面，此子也未免太过无耻了。此时有不少人暗中议论，对灵狐铁面充满唾弃之意，但也有人欣喜若狂，高兴的甚至合不拢嘴。这些人自然便是痛恨楚风之人，比如拱氏天族的那些小辈，还有被楚风击败的小辈们。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这灵狐铁面本人。虽然他偷袭楚风，注定是要受人唾弃，可是除掉了楚风这个眼中钉，却也让他觉得一切值了。可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虚空之上，竟然雷声阵阵，紧接着黑压压的雷云凭空而现，瞬息封锁了这方天地。怎么会这样？见此一幕，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莫说那些小辈们，就连在场的大人物，如蛋台相南和梁丘大师这等人物，此刻也是满眼的惊色，因为眼前这一幕，他们实在太过熟悉。这不正是先前所出现的异象吗？